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每到过年，我们北方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一些，或者是买一些腊肠。但是腊肠怎么做才好吃？是蒸还是煮？很多人都弄错了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腊肠蒸和煮的区别，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前段时间猪肉特别的便宜，我灌了一些腊肠，今天取了3斤腊肠。这样晾上好的腊肠，摸起来肉非常的紧实。然后放入盆中。再倒入40度左右的热水，把它清洗干净，洗掉上面的杂质和灰尘。在清洗腊肠的时候一定要先用热水，这样才能够清洗干净。如果直接用冷水洗的话，它会越洗越油，最后把双手都搞成油腻腻的，洗都洗不干净。然后将腊肠放入清水中，再清洗一遍。这样洗出来的腊肠非常干净，并且没有异味。像这样的腊肠，不管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，味道都非常的不错。还有炒腊肠口感也非常的好，但是炒腊肠呢是经过蒸煮之后才可以炒，不然会炒不熟。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先把2段放入蒸锅中。腊肠蒸过之后更容易熟，卖相会更加好看，吃起来不干不硬。盖上盖子，上气后蒸20分钟就可以。另外一段放入炒锅中，倒入适量清水，水位没过腊肠就可以。煮腊肠可以使腊肉的肉质稍微软一些，吃起来不干柴不发硬，还能稀释掉腊肠的咸味，使腊肠吃起来咸味适中。盖上盖子煮上20分钟。这个时间准备1个青椒、1个红椒放入盆中，然后加入少许食盐，倒入适量清水，把它浸泡一下。现在的蔬菜都是大棚蔬菜，在种植和运输采摘的过程中，都会喷洒一些化学物质来保鲜，这样可以使这些蔬菜看起来更加的鲜亮。但是这些化学物质有残留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浸泡清洗干净以后，吃着才会比较放心。青红椒我们先把它浸泡着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的腊肠已经蒸熟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是好香呀！然后用筷子把它夹出来，放到盘中晾一下。这个时候腊肠也煮好了。如果做的时候盐分比较重的话，煮着吃也是比较好的。同样的腊肠蒸和煮，从表面上看，我们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的，但是吃起来在口味上就有明显的差别。蒸的腊肠保持原味，口感会更加浓厚一些，而这个煮的腊肠因为有水的话就会比较淡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腊肠给它切成薄片，一切开就闻着特别的香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腊肠肥的比较好吃，尽量选择肥一点的肉来做，油光滑亮，真的是非常的香。切开后把它装入盘中。刚才切的是蒸的，现在来切煮的。炒腊肠的时候最好选择肥一点的腊肠来炒，这样更好吃，油滋滋的，看着都要流口水了。这样切起来感觉这个煮的就比较轻松一点，但是切好了它也没有散开，切起来香味扑鼻而来。全部切好后把它放入盘中，看一下肥瘦相间的腊肠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我们的青红椒也泡好了，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入清水中再清洗一遍。洗好后放到案板上，将里边的辣椒籽取出来，然后对半切开，再将它切成滚刀块。红椒用同样的方法也切成滚刀块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准备半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半截大葱切成葱花，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剪2个干辣椒段备用。把锅烧热，少放一点食用油，将腊肠倒进来，把它翻炒均匀。
这个腊肠已经熟了，我们不用炒得太久。然后倒入切好的葱姜干辣椒段，沿锅边淋入少许料酒，继续翻炒，炒出香味儿。炒香后将青红椒倒进来，快速的翻炒均匀。这样炒出来的青红椒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好吃，还有腊肠的香味儿，非常的下饭。这个腊肠已经入味了，所以不用再去放盐调味，放上一点生抽，少许胡椒粉，把青红椒翻炒入味就可以了。翻炒30秒。现在就可以出锅了，装入盘中。哇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这样美味的腊肠就做好了。腊肠的吃法一般就是这样，不管是蒸还是煮，都各具风味。蒸出来的腊肠更有味道，吃起来有嚼劲儿；煮出来的腊肠口感更加松软一些，更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吃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白菜加鸡蛋这个做法火了，饭店一盘48，在家成本不到5元，特别的营养解馋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颗白菜，将叶子一片一片的掰开，这样更方便清洗。这个季节的白菜特别好吃，吃起来口感清脆，带一点香甜的味道，非常的香。白菜撕好之后放入大一点的盆中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将食盐搅拌至融化。加食盐能有效的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还可以去除农药残留，能把白菜清洗得更加干净。先将白菜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，10分钟后用手再次将白菜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洗好后放在案板上，将白菜摞在一块，先切成长条。白菜的做法也特别多，无论是炖白菜或者是炖肉，吃着都非常的香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白菜的特色吃法，这个做法估计好多朋友们都没吃过，保证你吃一次就会喜欢上它。再改刀切碎，切好后放入盆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块猪肉，先将猪肉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小块，提前将肉切成小块，这样一会儿剁的时候会更加省力。最后用刀剁碎一点，不需要剁得太碎，有点颗粒感，口感会更好。剁好后放入盘中，准备1把大蒜切成片，1块生姜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半根大葱先打个十字花刀，再切碎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1个洗净的西红柿，先切成薄片，再转过来切一下。最后横过来切成小碎丁，用这种方法切西红柿非常的漂亮，并且切出的西红柿丁还非常的均匀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半块青椒，先切成粗条，再改刀切成小碎丁。半块红椒用同样的方法也切成小碎丁。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1把小葱切成葱花，切好后放入盘中。下面调个料汁，准备1个好看的小碗，在里面加入2勺生抽，半勺白糖，少许鸡精，
1勺蚝油提鲜，倒入半碗清水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料汁就调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碗中打入3颗鸡蛋，用筷子充分搅散。搅散以后倒入白菜里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然后加入少许食盐增加底味，半勺胡椒粉，再加入1勺玉米淀粉，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把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后将白菜鸡蛋液倒进来，开小火慢慢的煎，这里千万不要开大火，大火很容易就煎糊了。煎的时候要小心一些，不要把它弄散了，不然就不漂亮了。煎至底部定型后，晃动一下锅子，使其受热均匀。煎至一面金黄后，利用盘子翻个面，再煎另一面。哇，真的是特别的漂亮。煎至2面金黄就可以盛出来了，装入盘中。再次把锅烧热，倒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后把做好的肉末倒进来，小火炒出香味儿。炒香后将切好的葱姜蒜倒进来，加入1勺红油豆瓣酱，翻炒均匀，炒出红油。然后倒入切好的西红柿丁，把西红柿的汁水炒出来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，再将煎好的白菜鸡蛋饼也倒进来，用铲子按压一下，使它更加入味儿。盖上盖子，开小火慢慢煮上5分钟。时间到后，撒上切好的青红椒丁，再煮上30秒。这个白菜鸡蛋饼真的是越煮越香。时间到，淋入少许香油就可以出锅了，装入盘中。撒上一点葱花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白菜搭配鸡蛋这样做特别的美味，并且吸收了西红柿的汤汁，非常入味，口感爽脆又好吃。里边加入了肉丁、青红椒，非常的有营养，做法也很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